人生百年，终有一别，修行之路又该如何才能圆满？96岁高龄的净空法师，一生弘扬净土法门，度化无数众生。在他即将西归极乐之际，他凝聚毕生智慧，向弟子们传授求生净土的3大关键要点。前2要虽重要，然而那最后一点被法师称为末后一点的关键所在，却成为了所有修行者面对生死大事时最不可或缺的法宝。这临终嘱托中蕴含的智慧，将照亮每一位渴望往生极乐的求道者前行的道路。夏末的新加坡祥和极乐寺，整座寺院笼罩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。这座由净空法师亲自筹建的道场，如今却因法师的病危而弥漫着一股悲伤的氛围。阳光透过古树的枝叶，在佛堂木质地板上洒下斑驳的光影。佛龛前的香炉里，3柱檀香袅袅升起，仿佛在向诸佛传递着人间的信息。几位核心弟子静静地围坐在老法师的病榻旁，神情既担忧又肃穆。净空法师，这位享誉全球的佛教大德，96年的人生历程已接近终点。他一生致力于净土法门的弘扬，著作等身，讲经数万小时，引领无数众生步入修行正道。如今，尽管医生们竭尽全力，但生命的沙漏仍在不可逆转的流逝。师父今天的气色似乎好了许多。大弟子慧净轻声对身旁的师兄弟说道，眼中闪烁着一丝希望的光芒。是啊，但医生已经法弘欲言又止，目光中充满复杂的情绪。医生的诊断结果太过残酷，他不忍说出口。就在此时，原本闭目养神的净空法师缓缓睁开了眼睛，那双浑浊却又神采奕奕的眼睛，仿佛穿透了尘世的迷雾，直达宇宙的本源。这清明的目光与他日渐衰弱的身体形成鲜明对比，让在场的弟子们不由自主地停止交谈，恭敬地凑近。阿弥陀佛。净空法师微微颔首，声音虽然虚弱，却仍然清晰有力。诸位不必忧虑，生死乃自然规律。老僧一生弘法，心无牵挂，唯愿众生能领会佛法真谛，特别是净土法门的精髓。这番话如一阵清风，拂过弟子们的心田，却也带来一阵刺痛。虽然大家都知道师父的病情危重，但听他亲口说出这样的话，仍然让他们难以接受。师父，您一定会好起来的，您还要继续为我们讲经说法啊。一位年轻弟子忍不住落泪道，声音中满是哀求。净空法师慈祥地摇了摇头，脸上浮现出超脱世俗的微笑。讲经说法50余年，该说的都已说尽，无论我在与不在，经典都在那里，法义都在那里。真正的法身慧命，不在这幻化无常的肉身。净土法门是佛陀为末法时代众生开设的特别法门，简单直接却又深奥无比。它不需要高深的理论知识，不需要艰难的禅定功夫，只需要信、愿、行3个条件，便能带领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。净空法师一生致力于此法门的弘扬，深知其中奥妙。如今面对生命的终点，他更感到有必要将毕生的修行心得，特别是求生净土的关键要点，传授给弟子们。稍作停顿后，法师示意弟子为他端来一杯温水，小心抿了一口后，他继续道，我今日感觉精神尚可，想与你们谈谈求生净土之要义，这也是我毕生弘扬的核心，望你们记住并传与后人。弟子们立刻正襟危坐，神情专注。他们知道这可能是师父的最后教诲，字字珠玑，不容错过。佛堂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连窗外的鸟鸣虫叫都似乎静默不语，只有净空法师平静而坚定的声音在回荡。净土法门简单直接，气理气机，尤其适合末法时代的众生。然而虽说简单，却也有其精要所在。求生净土，虚名3要，缺一不可。净空法师的目光变得深邃，仿佛穿越时空，
看到了过去和未来。日光透过窗户，为他苍老的面庞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，更添几分威严与神圣。第一要，深信切愿。若无真信实愿，一切都是空谈。法师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弟子们专注的面庞，继续道：何为真信？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信有阿弥陀佛，信自己一定能往生。这不是口头上的信，而是深入骨髓的信。正如阿弥陀经所言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，直持名号，若1日，若2日，若3日，若4日，若5日，若6日，若7日，一心不乱，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。世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这是佛陀的金口宣说，容不得半点怀疑。法师略作停顿，让弟子们有时间消化这段经文的深意。佛堂内静谧无声，只有佛龛前蜡烛的火焰在微微摇曳，投下摇动的影子。何为切愿？是真切的愿求往生极乐世界，不是对这个娑婆世界有丝毫的贪恋。很多人口说愿求极乐，心却牵挂着世间的一切，这就是愿力不足。真正的愿是如囚犯渴望出狱，如溺水者急于抓住救命稻草那般迫切。净空法师的声音虽然微弱，但字字掷地有声，每一个词语都像是精心打磨过的宝石，在弟子们心中熠熠生辉。他们全神贯注，有的甚至低头记录着师父的教诲，生怕遗漏任何细节。记住，信愿是净土法门的根本，若无信愿，纵然念佛千万声，也只是结个善缘，难以往生。佛堂外，飞鸟掠过天空，发出清脆的叫声，仿佛也在应和着法师的教诲。法师稍作休息，闭目养神片刻，弟子们不敢打扰，静静等待。这短暂的沉默中，每个人都在思考着法师所言的深意，体会着深信切愿4字中所蕴含的力量。片刻后，净空法师再次开口：第二要，一心专念。一心是不二心，专念是不杂念。很多修行人败在了这一点上。念佛法门看似简单，实则不易。你们想想，要做到一心不乱的念佛，有多少人能做到？我们的心如同猴子，总是跳来跳去，静不下来。今天想这个，明天想那个，念佛时又想着世间琐事，这就是杂念丛生。法师的语气变得稍微严厉，眉头微蹙，显示出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。要知道，杂念是往生的大障碍，所以古德教导我们，念佛要做到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何谓都摄六根？就是让眼不向外看，耳不外听，鼻不嗅香，舌不尝味，身不贪触，意不持散。何谓净念相继？就是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，绵绵不断，如同水流，如同钟声，清净连续。法师的解释清晰明了，如同明灯照亮了修行路上的迷雾。他继续道：但这并非一日之功，初学者总会有妄念，关键是不要被妄念带走。当你发现有妄念时，不要追逐它，也不要刻意压制它，只要轻轻放下，回到佛号上来。久而久之，妄念自然减少，正念自然增长。窗外，雨后的阳光照射在寺院的梵钟上，反射出耀眼的金光。一位年轻弟子忍不住问道：师父，我念佛时经常走神，有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念了多少声，这该怎么办？净空法师慈祥地看着这位弟子，眼中充满理解和包容。这是常有的事，不必过于自责，可以借助念珠或者念佛计数器帮助自己专注，也可以采用出声念佛的方式，声音不必大，但要清晰，让自己的耳根听到自己的声音，这样更容易专注。记住，念佛不在乎快慢，不在乎多少，关键在于专注与真诚。另一位弟子接着问道：师父，有人说念佛要达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，但我们凡夫很难做到这一点，
这不是很难吗？净空法师点头道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一心不乱确实有失一心和理一心之分，理一心是破无明见本性的境界，确实很高，但是一心是指念佛时妄念不起，专注于佛号，这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。而且往生极乐并非一定要达到一心不乱的境界。观无量寿经中讲到九品往生，下品下生的众生，哪怕是造了重罪的人，临终十念或一念亦可往生。所以关键在于信愿之真，而非功夫之深。法师的讲解如一股清泉，洗涤着弟子们心中的疑惑，他们感到如释重负，同时也更加明确了修行的方向。佛堂内的氛围变得更加庄严而肃穆。净空法师略作停顿，似乎在整理思绪，准备讲述最为重要的部分。弟子们全神贯注，屏息凝神，等待着法师揭示那最关键的第三要。第三要也是最关键的一要，就是净空法师的声音突然变得更加缓慢而郑重，弟子们全都屏住呼吸，生怕错过这至关重要的教诲。法师的目光如同穿透了时空，看到了彼岸的极乐世界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法师却突然闭上了眼睛，呼吸变得微弱，面色苍白，一丝痛苦的表情掠过他原本平静的面庞。师父，师父！弟子们惊慌失措，一时间乱作一团。医生迅速赶到，检查后表示法师可能是太过疲劳，身体不堪重负，需要立即休息。弟子们不得不暂时离开，只留下几位进士照料。整个寺院陷入了忧虑与期待交织的氛围中。弟子们不仅担心师父的健康状况，更焦虑于那未能说完的第三要，师父所称的最关键的一要，至今仍如谜团般笼罩在每个人心头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净空法师的状况时好时坏，让所有人心悬于上。祈祷声、念佛声不绝于耳，整个寺院仿佛笼罩在一层虔诚而忧伤的气氛中。第三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入佛堂，净空法师再次醒来，目光比前几日更加清明。他示意弟子们靠近。师父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慧净关切地问道，眼中满是忧虑。净空法师微笑点头，好多了。阿弥陀佛慈悲，给了我这个机会，完成未尽的教诲。弟子们如释重负，赶紧召集其他人前来。不一会儿，佛堂内再次聚集了众多弟子，空气中弥漫着期待与敬畏。净空法师环视众人，慈悲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庄严。上次我们谈到了求生净土的三要，前两要是深信切愿和一心专念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第三要，也是最关键的一要。净空法师深吸一口气，声音虽轻却异常清晰。第三要也是最关键的一要，临终正念。临终正念，弟子们面面相觑，有些疑惑。虽然他们都听过这个词，但没想到师父会将其列为求生净土的关键所在。是的，临终正念。净空法师肯定地说道，目光坚定如初，仿佛透过尘世的迷雾，看到了更为本质的真理。前面所说的深信切愿、一心专念，都是为了这一刻做准备。修行数十年，若临终意念差错，前功尽弃；反之，平时修行有所不足，若临终正念现前，亦可往生净土。这就是临终一念的重要性。佛堂内的阳光穿过窗棂，将净空法师的影子投射在墙上，显得格外高大而神圣。弟子们屏息静听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字。法师的目光变得深邃而悠远，生死之际最为显要。临终时若能心不贪恋，不嗔恨，不愚痴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，阿弥陀佛必定接引。但若临终之际贪生怕死，留恋亲人财物，或者嗔恨病痛，则难以往生。所以临终正念是净土法门的关键中的关键。法师的话如同一把金钥匙，打开了弟子们心中的智慧之门。他们恍然大悟，原来修行的最终目的
就是为了这临终一刻的正念现前。但师父，一位年长的弟子忍不住问道，声音中充满困惑，临终时常常神志不清，或被病痛折磨，如何保持正念呢？净空法师微微点头，目光中流露出理解，这正是问题所在。临终正念不是临终才修，而是平时就要准备。我要告诉你们几个具体方法。佛堂内的氛围变得更加庄严，窗外一阵微风拂过古树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仿佛大自然也在倾听着珍贵的教诲。法师稍作停顿，整理了一下思绪，然后继续道：第一，平时念佛就是为临终做准备。念佛不仅是口念，更要心念、意念，让佛号深入80田中，成为种子，这样临终时纵然神志不清，这个种子也会自然现前，就像你们平时常说的话，即使在梦中也会说出来一样。第二，放下执着。我们为什么会临终不得正念，就是因为放不下。放不下亲人，放不下财物，放不下自己的身体，所以平时就要学会放下，常思无常，了知一切如梦如幻。第三，临终助念极为重要，若自己正念不现，需借助他力。所以你们要学会为临终者助念的方法，不要哭泣，不要干扰，只是平静地在临终者耳边念佛，引导他归向西方。法师的声音虽然微弱，却蕴含着无比的力量与慈悲，每一个字都像是千钧之重，沉甸甸地落在弟子们心头。他们认真记录着，生怕遗漏任何细节。听到这里，法弘忍不住问道：师父，有些居士在家修行，临终时如何安排才能确保正念现前呢？净空法师微微一笑，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临终3个月前就要有准备，一是断绝闲杂人等来访，以免增长情执；二是请同修助念，轮班不断；三是预先嘱咐家人不要哭泣，不要触摸身体，以免干扰正念。若有条件，最好在佛堂中安置病床，面向西方，让阿弥陀佛像在视线之内。这些具体实用的建议让弟子们感到无比珍贵，他们意识到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教导，更是实践中的指南，能够真实帮助人们面对生死大事。法师看着众弟子专注的眼神，继续道：还有一点极为重要，预习临终，这是我多年来的心得。预习临终，弟子们显得很疑惑，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很陌生。是的，每天睡前想象自己临终时的情景，躺在床上闭目养神，想象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，亲友围绕，助念声中阿弥陀佛已在眼前接引，然后一心念佛，安然入睡。日日如此练习，临终自能安详往生。这个方法简单却深刻，弟子们听后若有所思。他们开始理解为什么师父面对生死如此坦然，原来这是经过长年累月的准备。净空法师的声音虽然越来越微弱，但语气中充满了肯定，这个方法非常有效，我自己就是这样练习的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所以现在面对生死，心中毫无恐惧，只有欣喜。佛堂内的阳光渐渐移动，法师的影子也随之变换。弟子们听得入神，有的甚至偷偷拭泪，他们知道师父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他所教导的法门，这比任何言教都更有说服力。净空法师继续道：还有一个方法，叫做十念计数法，也是临终正念的有效工具，就是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完10声后再吸气，这样念佛，气息绵长，心神专注，妄念自然减少。此法简便易行，老实人用此法往往能达到一心不乱的境界。法师讲解的方法简单明了，却蕴含着深刻的修行智慧。弟子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些珍贵的教导。师父，慧净法师恭敬地问道：有些高僧临终时能预知时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普通人能做到吗？净空法师慈祥地看着他，
眼中充满智慧与慈悲。欲之时，只是有修行的表现，但不是求生净土的必要条件。有些人确实能预知，有些人则不然，这与往生没有必然联系。重要的是，无论预知与否，临终能够正念分明，这才是关键。佛堂内的氛围变得更加庄严而神圣，窗外鸟的啁啾声似乎也变得遥远。每个人都沉浸在法师的教诲中，感受着那穿越生死的智慧力量。法师稍作停顿，眼神变得更加深邃。说到这里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，临终境界不可向外人说。有些修行人临终见到佛光，见到圣众，这是好事，但千万不要向外宣扬。为什么？因为一说出来，容易升起傲慢心，前功尽弃。所以见到瑞相，只管默念佛号，一心求生西方，不要分心。这番话让弟子们若有所思。确实，修行界时有耳闻某某人临终见到什么景象，引起一时轰动，但从来没有听说师父自己的任何瑞相。净空法师看出了弟子们的心思，微笑道：我知道你们好奇，但真正的修行人不在意这些外相。往生与否，佛知道，自己知道，不必外扬。修行是自己的事，不是给别人看的表演。这番话语简单却深刻，道出了真修行人的心态。弟子们肃然起敬。师父一生弘法，从来注重实修实证，不炫耀神通，不标榜境界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法师继续道：临终正念还有一个大敌，就是业障现前。有些人一生修行不错，但临终时突然恐惧、痛苦、幻觉丛生，这就是业障。如何对治？平时要多忏悔业障，多积功德。临终若有业障现前，更要提起正念，大声念佛，借佛力消除业障。这话如同当头棒喝，提醒弟子们修行不仅是平时的功夫，更要为临终的关键时刻做好准备。师父，一位年轻弟子问道：如果家中有人临终，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么做才最有利于他往生呢？净空法师微微点头，对这个实际问题表示赞许。这个问题很实际，作为家属，临终关怀做得好，可以帮助亡者往生；做得不好，反而会障碍亡者。具体来说，有几点要注意。第一，不要在临终者面前哭泣，这会引起他的留恋和不舍。第二，不要在临终者面前谈论家事、财产等俗物，以免升起牵挂。第三，要为临终者营造一个念佛的环境，可以放念佛机，也可以请同修来助念。第四，临终者断气后，不要立即移动尸体、换衣服等，最好能让他安静8小时，同时继续助念。这些具体而实用的建议，让在场的弟子们感到无比珍贵。这些都是面对生死大事时的实际操作指南，能够真实帮助人们度过人生最后的关键时刻。法师的声音虽然微弱，但字字珠玑，弟子们都认真记录着，生怕遗漏任何细节。佛堂内的阳光已经移到了另一侧，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影子。最后，净空法师的语气变得更加庄重：我要特别强调信愿与临终正念的关系。有信愿，临终自然容易升起正念；反之，若平时信愿不真，临终也难以正念现前。所以三要之中，看似各自独立，实则互为因果，缺一不可。说到这里，净空法师已经显得有些疲惫，面色苍白，但眼神依然坚定。他稍作休息，弟子们不敢打扰，静静等待。片刻后，法师继续道：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诀，这是我几十年修行的心得，也是我临终前最重要的叮嘱。弟子们全神贯注，屏住呼吸，不敢错过这宝贵的教诲。整个佛堂静得仿佛可以听到每个人的心跳声。这个秘诀就是老实念佛4个字。弟子们愣住了，似乎没想到这么简单的4个字会是师父毕生的心得。有人甚至露出了疑惑的表情。净空法师似乎看穿了弟子们的心思，
微笑道：你们是不是觉得太简单了？正是因为简单，才是真实。净土法门，无论多么精深的道理，最终都归结到老实念佛4个字上。什么是老实念佛？就是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不怀疑是信，不夹杂是专，不间断是恒。能做到这3点，必定往生。法师的声音虽然微弱，但每一个字都如同敲在弟子们心上的重锤，震撼人心。我见过太多人研究经论无数，讲起佛法头头是道，但就是不肯老实念佛。也见过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，甚至不识字，但老老实实念佛，最后往生显瑞相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净土法门贵在真信实行，不在知见多寡。法师的教诲简单而深刻，如同一道光芒，照亮了弟子们的心田。他们开始明白，原来求生净土的奥秘就藏在这老实念佛4个字中。法师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入弟子们的耳中。记住，老实念佛才是王道。不要好高骛远，不要迷信神通，不要追求境界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。临终时，这一句佛号自然现前，阿弥陀佛必定接引。说完这些话，净空法师闭上了眼睛，似乎累了。弟子们不敢打扰，静静守在一旁。佛堂内只有香炉中香烟袅袅上升的声音和远处传来的细微钟声。过了一会儿，法师又睁开眼睛，目光扫过每一位弟子的面庞，仿佛要将他们的形象深深印在心中。我还有最后一个开示。法师的声音几乎是耳语般微弱，这是针对你们这些弘法的出家人说的。弟子们立刻凑近，生怕错过师父的一字一句。弘扬净土，自己要先信，如果自己都不信，如何让别人信？所以自己要老实念佛，以身作则，不要只讲不修，这是对佛法最大的不敬。其次，教人念佛要气理气机，对上根人可以谈深理，对中根人可以讲修法，对下根人只需教他老实念佛即可。不要用同一把尺子量所有人，这不是善巧方便。第三，弘法要慈悲为本，不要有门户之见。不同的法门都是佛说，只是对机不同。净土法门虽好，但不要贬低其他法门，这样才能和合共处，共同弘扬佛法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弘法要以身作则，自己不修，言行不一，即使讲得天花乱坠，也难以感化他人。所以要先修己，后化人，这才是正道。说完这些话，净空法师显得更加疲惫，但脸上的表情却异常安详，仿佛已经看到了彼岸的极乐世界。他微微闭上眼睛，轻声说道：我累了，要休息一下，你们先出去吧，让我安静一会儿。弟子们虽然不舍，但也明白师父确实需要休息，便纷纷退出佛堂，只留下2位贴身照料的弟子。第二天清晨，当阳光再次洒入佛堂，净空法师安详地离开了人世。据照料的弟子描述，法师走得极为安详，面带微笑，如同睡去一般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法师临终前一刻，口中还在轻声念着阿弥陀佛，完全印证了他所教导的临终正念。法师圆寂的消息传出后，全球佛教界为之震动，数以万计的信众前来吊唁，缅怀这位一生弘扬净土法门的大德。悲伤的气氛中，却也充满了对法师往生极乐的肯定与欣慰。按照佛教传统，法师的遗体被安置7天后才涂皮。在这7天中，令所有人震惊的是，法师的遗体不仅没有任何腐败迹象，反而面色红润，身体柔软，宛如入定。这种现象在医学上无法解释，但在佛教中被视为往生净土的瑞相。火化时又出现了更多不可思议的现象。在熊熊烈火中，人们清晰地看到五彩祥云笼罩火化场，天空中飘下阵阵花雨。火化后，在法师的骨灰中
发现了数百颗晶莹剔透的舍利子，色彩斑斓，坚硬如钻。这些舍利被分别供奉在全球各地的寺院中，成为佛法真实不虚的见证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在法师圆寂后的3个月内，全球各地不断有信众报告，在梦中或禅定中见到净空法师与阿弥陀佛一同现身，告知他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虽然这些经历无法用科学验证，但数量之多，内容之一致，实在令人难以忽视。净空法师的一生，是弘法利生的一生，也是老实念佛的一生。他以自己的修行和圆寂，完美诠释了他所教导的求生净土3要：深信切愿、一心专念、临终正念。而他最后的叮嘱老实念佛4个字，更成为后世修行人的明灯，指引着无数人走上往生净土的康庄大道。在法师圆寂1周年的纪念法会上，他的大弟子慧净法师动情地说，师父用一生践行了他所教导的法门，他的临终示现是对临终正念最好的诠释。他告诉我们，净土法门贵在信愿真切，贵在老实念佛，贵在临终意念，这3要缺一不可。而幕后1点临终正念，更是关键中的关键。师父已经往生极乐，但他的教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我们最好的纪念方式，不是建立多少纪念堂，不是出版多少纪念集，而是实践他的教导，老老实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这才是对师父最大的敬意，也是他最大的心愿。法会结束时，数千信众齐声念诵南无阿弥陀佛，声音浩荡，回荡在寺院上空。在这庄严的佛号声中，仿佛能感受到净空法师的慈悲微笑，依然在引导着众生走向那光明的西方净土。净空法师临终叮嘱的求生净土3要：深信切愿、一心专念、临终正念，构成了完整的净土修行体系。其中临终正念作为最关键一点，不仅要靠平时的信愿坚固、老实念佛，更需要实践预习临终等方法做好准备。法师以自身安详往生为榜样，印证了他所教导法门的真实不虚，为后世修行者留下了不朽的智慧财富，指引众生通往极乐净土的大门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